我叫陈大毛，今年26岁，是个普通的社畜，说好听点叫自由职业者，说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。7天前，我在路口被一辆电瓶车撞了，当时眼前一黑，啥都不知道。医生说我不行了，让家属准备后事。但现在我躺在我家床上，盖着白布，床头还摆着我的遗照，香炉里插着3根香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死了7天，我妈愣是没让我入土，说是等我爸从外地打工回来再看一眼。结果我爸还没回来，严总的电话倒先打来了。突然，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亮起，震动把旁边的香灰都震落了一些。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曹府。陈大毛的手指动了动，然后缓缓睁开眼睛。喂，谁啊？大中午的打电话。严总，我的投胎牌号啥时候到啊？陈大毛，你赶紧回来，曹府被你妈搞垮了。啥？我妈在人间啊，她能把曹府咋了？我妈只会炖鸡汤和打麻将。你妈花了3块钱在地摊上买了个山寨手机，然后烧给我了。然后呢？烧手机干啥？底下有信号吗？然后她用那个手机给我拍了张照片，发朋友圈了。我妈会发朋友圈？她连字都不会打，只会发语音。儿子，妈见到严总了，他说让你早点回家吃饭，下面还带了定位。什么定位？底下还有定位？丰都城1号大厅，严总办公室，现在全网都能搜到，我成网红了。那不是给你打广告了吗？你这波流量赚大了，以后曹府可以搞直播带货。广告个屁！现在丰都城门口排了2万人，全是来旅游的，活的死的都有。那你收门票啊，赚翻了，1人50，一天就100万。你妈拿着老年卡进来的，免费。她还带了个旅行团，全村的老头老太太，足足50多号人，个个拿着手机拍照，闪光灯晃得我眼睛都快瞎了。这个汤好喝，给我也来一碗。拍照拍照。严总，你快回来，那群大妈让我教他们熬汤，说要回去开奶茶店，还说要把我的锅借走研究研究。你听见了吗？我的曹府3000年了，从来没这么乱过。听见了，挺热闹的。我妈终于找到新爱好了。你赶紧回来处理一下，我实在扛不住了。我都死了，怎么回？我现在是尸体，尸体能走路吗？你妈说你只是假死，她说你为了躲债装死躺了7天，还说你演技好，差点把她都骗了。我没有，我真被电瓶车撞了。那个电瓶车骑得飞快，把我撞出去3米远，我亲眼看见自己飞起来的。她说撞你的人是她花钱雇的，电瓶车师傅是她跳广场舞的舞伴，姓张，外号张快车。啥？张快车？那个天天在广场上跳最炫民族风的老头。只装了3分熟，就膝盖擦破点皮。你躺了7天，纯属安眠药的作用。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声，手机被抢走了，能听到大妈们的笑声和让我说的喊声。大毛啊，别装了，起来吃饭。妈炖了鸡汤，再躺就凉了。你都躺7天了，骨头都该生锈了。还有，你床头那一照拍得不错，笑得挺自然，妈留着当纪念了。陈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手是温热的，还能动。他掐了自己大腿一下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我真没死。那严总打电话干啥？我妈到底干了啥？小严啊，别着急，干妈马上回去帮你收拾。你先让那些游客排好队，一人发碗汤。我睁眼一看，确实是在我家床上。我妈正端着鸡汤站在床边，一脸淡定，好像我假死7天这事儿就跟下楼买颗葱一样平常。床头柜上还放着我的遗照，照片里的我笑得挺灿烂，现在看起来格外讽刺。香炉里的香已经烧完了，只剩3根白灰。妈，我真没死。死啥死？就膝盖擦破点皮。来喝汤，趁热。我炖了6个小时，放了枸杞红枣补气血。那我怎么躺了7天？我咋一点感觉没有？我给你喂了安眠药，1天1颗，刚好7天。啥？安眠药？你哪来的安眠药？不然你能躺这么老实？7天不翻身，尸体都没你躺得平。安眠药是你奶奶留下的，她说睡不着的时候吃半颗，我寻思你年轻，给你吃1颗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知道这7天我经历了啥吗？我梦见自己在地府排队，排了7天，眼看就要轮到投胎了。躲债呀！躲债？那个刘胖子天天堵门口要钱，烦死了。早上6点就来敲门，晚上10点还不走，比闹钟都准时。我就想了个办法，让你假死，他总不能再找死人要钱吧？那他信了吗？信了，还随了200份子，说是白事随礼，应该的，还给你上了3炷香，磕了3个头，说大毛兄弟一路走好，欠的钱就算了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他？那阴曹那边咋回事？你怎么认识阎王？他咋叫你干妈？哦，他30年前来过咱村。30年前阎王来咱村干啥？收人？那时候他还是个实习小鬼，刚参加工作，来阳间考察，迷路了，在咱村口转悠了3天3夜，穿着个黑衣服，脸色煞白，把村里人都吓得不轻。我看他可怜，给他指了条路，还给了2馒头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认我当干妈了，
说我是他见过最善良的人，以后有啥事就找他。阎王认你当干妈，就因为俩馒头？对，那孩子挺懂事，逢年过节还给我烧纸，烧了好几十年了，从纸钱到纸房子到纸手机，啥都有。他给你烧纸，他是阎王，他给你烧纸，这不合逻辑啊。对呀，阴间的钱阳间花不了，我就当收个心意。攒了30年，够买套房了。那你给他烧手机干嘛？礼尚往来啊，他给我烧纸，我给他烧手机，公平。而且我特意挑的山寨机，才3块钱，省钱了。我还给他烧了个充电宝，怕他没电。哎，什么水面打跟斗嘞，黑了咯。陈大毛突然坐起来，那阎王现在咋办？阴曹那么多游客。没事，他扛得住。干儿子嘛，就得锻炼锻炼。妈，你这是坑儿子坑到阴间去了？坑啥坑？我这是在帮阴间搞旅游开发。你没看新闻吗？现在都流行文旅融合。刚喝完鸡汤，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爆炸性消息，澳门真刘胖子又来了，比闹钟还准时。我妈看了一眼门口，表情比我看恐怖片还淡定。陈大毛，出来！我知道你没死，你妈朋友圈都发了，炖鸡汤呢，还配了图。那个傻锅我认识。妈，咋办？他看见鸡汤了。开门，开门，他带人了。不然呢？让他把门砸烂。这门1800买的，分期付款，还有3期没还完呢。砸坏了你掏钱。陈大毛打开门，刘胖子带着2个小弟冲进来，气势汹汹，差点把门框撞掉。陈大毛，欠我20万，装死是吧？今天必须还，连本带利28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刘哥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啥？你妈朋友圈都发了，你躺了7天，今天复活了，我还随了200份子，还给你磕了3个头。你知道我多丢人吗？欠多少？阿姨，20万，连本带利28万。他借的时候说好3个月还，现在都1年了。等着。我妈进了屋，出来时拿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比我爷爷的年纪都大，上面的茶字比字还多，纸边都烂了，用透明胶粘着。这是你爷爷欠我们家的借条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纸都快烂了。你爷爷刘大脑袋，民国35年借了我们家50块大洋，那时候50块大洋能买1头牛，壮牛，能耕地的，连本带利，到现在该还多少？我算算啊，按年息5%，79年复利计算。这不算数，都多少年了？咋不算？你爷爷的笔记你不认识？你看看这个刘字，那一撇是不是跟你爷爷写的一样？这真是我爷爷的字，我小时候见过他写对联。那就行，抵债吧。你欠我们28万，我们欠你28万，扯平了，2清了。阿姨，我求你了，这钱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那200份子我也不要了。不行，账要算清。我算好了，50块大洋，按现在物价加上79年利息，大概37万6。你还欠我们9万6。阿姨，要不我现在给你爷爷烧个纸，问问他认不认这笔账。我有他电话。哦，不对，他电话打不通，只能烧纸。你爷爷现在在哪儿？我让阎王帮忙找找。不用，阿姨再见，我走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妈，真有这张借条，我怎么没见过？刚写的。刚写。模仿笔记这事儿，你妈30年前就会。你爷爷的字我练了3年，那刘字的一撇我练了整整1年。那刘胖子爷爷，刘大脑袋真借过，不过你奶奶早就还了，借条一直留着，空白纸。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。王桂芬继续包蒜，哼着刘三姐的调子。窗外，刘胖子跑的鞋都丢了，还在喊：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刘胖子的事刚解决，我妈又开始折腾阴曹了。这时候的阴曹，阎王正在焦头烂额，办公室里堆满了投诉信，全是游客写的，什么奈何桥太挤、孟婆汤排队太久、黑白无常、态度不好，还有一封写着阎王办公室拍照要收费吗？喂，干嘛？你又打电话来了？今天没去跳广场舞？碰，杠糊了。小严啊，干妈问你个事。您说。阴曹能办旅游团不？啥？就是带活人下去参观，收门票那种。1人50，团购打折，满20人送1张免费票。老年人半价，1.2米以下免票。活人，阴曹，这不合适吧？生死有命，活人下阴曹，不合规矩啊！天庭知道了会骂我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缺钱修奈何桥吗？您咋知道？孟婆跟我说的，说奈何桥护栏让游客踩塌了，修要3000万。他还说想涨工资。那你打算咋操作？我负责拉人，你负责接待，门票55分。我出人，你出地，公平。那试试。行，第一批50人明天到。这么快？我还没准备好。村里闲着的老太太多，早就想下去看看了。
天天看网上那些阴曹探店都是假的，布景拍的，想看看真的。李婶说想去奈何桥拍照，张姨说想尝尝孟婆汤，王大爷说想找找他死去的老伴。那我准备，让牛头马面打扫一下卫生。对了，记得准备午饭，他们要吃热的。李婶说阴间太冷，得喝点热乎的。阴曹哪来的热饭？这里只有香火和纸钱。自己想办法，挂了。明天10点准时到。阎王，啥情况？谁的电话？准备接团，活人团。活人下来干啥？投胎？旅游，拍照打卡，发朋友圈。那他们吃啥？热的。阴间哪来的热饭？你们想办法。明天10点，50个活人老太太。第二天，奈何桥上站满了人，活的，平均年龄65，平均嗓门80分贝，平均拍照频率每分钟20张。这场面，阴曹开天辟地头一回，自阴曹成立以来，从没有活人踏足过这片土地。干妈，这都是活的。我数数，1、2、3。对呀，都是咱村的。李婶、张姨、王大爷都退休了，闲着没事出来见见世面。李婶以前是小学老师，张姨是纺织厂退休的，王大爷是咱村的老支书。哎呀，这就是阴曹啊，比想象中亮堂，不是黑白的，我还以为都是灰蒙蒙的呢。来，合个影，发个朋友圈，定位丰都城。你们说这个定位发出去，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死了？这奈何桥挺结实，比咱村口那个破桥强。那破桥一下雨就晃，这桥下面都是鬼，也不晃。阎王，这咋回事？怎么这么多活人？我闻到了阳气。旅游团，活的，干妈组织的。旅游，阴曹，活人，3000年了，头一回。你就是孟婆吧？是，我是孟婆，熬汤的那个。听说你熬的汤不错，我在网上刷到过你，粉丝还挺多。还行，投胎的都夸，说喝了我的汤，前世忘得干干净净。姐妹们，过来尝尝孟婆汤，正宗的3000年的老字号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真的，免费不？能打包吗？免费的，小梦请客。今天开业大酬宾，随便喝。我没说请啊，这锅汤我熬了3天。别小气，回头干妈请你吃饭。阳间的热乎的，有肉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，想吃啥点啥。我尝尝。咋了？不好喝？有毒？不是，这味儿咋这么像咱村口那家奶茶店的芝士奶盖？就那个蜜雪冰城的味道。这味儿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谈的那个对象，他家就是开奶茶店的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孟婆汤。我在阴曹地府，点个关注，明天带你们看奈何桥。大妈们尝了一口孟婆汤，表情都变了，不是难喝，是太熟悉了。这味道像极了他们每天下午必喝的奶茶。李婶端着碗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真的，这味儿太像了，就是少了点甜，缺了那个奶盖。要是加点糖，加点奶盖，绝了。对，再放点珍珠，放点椰果，就是奶茶。甜，我这里面放的是忘忧草、忘情水，孟婆秘制配方，3000年没变过。第一代孟婆传下来的，传了30多代。你这配方谁定的？第一任孟婆定的，传了3000年，写在竹简上，我背都背下来了。那你知道第一任孟婆是哪儿的人不？不知道，那会儿还没文字记载呢。只听说是南方来的，四川的。你们这个配方就是四川火锅底料的方子，少了几味料。我年轻时候去过四川，吃过火锅，那味儿跟你这个一模一样，就是少了麻啊。火锅底料，我这是孟婆汤啊。来，加点糖试试。你们这汤太苦了，现在的年轻人谁爱喝苦的，都爱喝甜的。你看奶茶店一杯20多，排队排老长。这能行吗？3000年传统啊，改配方会被祖宗骂的。传统是用来打破的。你那忘忧草，现在药店就有卖的，人家都当安神茶喝。忘情水现在叫忘情水牌矿泉水，超市里2块5一瓶。咋样？这味好像是不一样了，没那么苦，有点甜，还有点……哎呦，这好喝，像那个啥芝士莓，对，就是那个味儿。对，孟婆，你这要是开个店，绝对火，比那些网红店强多了。什么喜茶奈雪都得靠边站。开店在阳间开，有想法。阳间现在奶茶店火得很，一杯30，成本3块。你这配方独家秘方，3000年老字号，卖50都有人买。这群老太太死了都不消停。3天后，奈何桥边多了一家奶茶店，3000年老字号，全新改版，
重新开业，装修风格融合了现代网红风和阴曹地府风，门口的招牌还会发光，用的是阴间特供的灵光材料，晚上亮得像鬼火。欢迎光临，今天开业，买1送1，前50名送限量版孟婆杯。这是啥店？以前没见过，在阴间漂了300年，第一次见这种店。不知道，但好多人排队。网上刷到了，说新开的网红店。那我也排，反正投胎不急，前面还有800年了，排个队打发时间。扫码点单，叫好聚餐，不要插队，插队者下辈子投胎当猪。孟婆奶绿3分糖加珍珠，你拿好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我操！咋了？不好好，有毒。这味儿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啥了？你不是喝了孟婆汤吗？应该忘了前世啊！我想起我合作时候的女朋友了，她给我买的第一杯奶茶就是这个味儿。她叫小芳，扎马尾辫，笑起来有2个酒窝。你不是喝了孟婆汤吗？应该忘了啊！对啊，但这个是改良版，不忘了，是记住。我记得小芳了，我还记得她家住在哪儿。我死之前还欠她一句对不起。孟婆，你干啥呢？这不是阴曹吗？怎么变奶茶店了？阎王，您尝尝。今天开业，免费，新品忘川拿铁，试试。咋样？再来一杯。排队。阴曹的变化最先猛的是黑白无常，他俩在阴曹干了3000年，没见过这种场面。以前的工作是勾魂索命，现在是维持秩序、疏导交通、给游客指路、帮大妈拍照。老白，你看这个。啥？在阴曹上热搜了，抖音热搜第1，阴曹地府网红店，播放量3个亿。忘不了奶茶，奈何桥网红店，这店在哪儿？我也想去。黑白无常好帅，想跟他们合影。这啥玩意儿？孟婆开的。孟婆，熬汤那个，3000年的老孟婆，她不是只熬汤吗？对，现在改卖奶茶了，汤也熬，但改成奶茶了，就忘不了奶茶，买1送1。那投胎的人咋办？不喝孟婆汤了，不忘记前世了。他说可以选，奶茶是记住，汤是忘记，加3块钱可以双拼，先记住再忘记，或者先忘记再记住，还有加珍珠、加椰果、加仙草的选项。这都谁教的？听说是一个叫王桂芬的老太太，阎王的干妈，上次带旅行团那个。王桂芬干啥的？不知道，但阎王叫她干妈，孟婆叫她桂芬姐，牛头马面见了她都鞠躬。阎王的干妈，那得多少岁了？对，现在在阴曹搞旅游团，昨天带了一群活人大妈下来，在奈何桥上跳广场舞，把护栏又踩塌了。那个领舞的李婶230斤，跳最炫民族风高潮部分的时候，护栏直接断了。你俩还坐着，外面又来了2车活人，旅游大巴，车身上写着夕阳红旅行团。阎王让你们去维持秩序，说人手不够，孟婆奶茶店门口队伍都排到忘川河了。走吧。生意好了，阎王却更愁了。他盯着账本，怀疑人生，收入却涨了，支出涨得更快，这账算得他头疼。他当了5000年阎王，从没这么愁过。阎王，这个月阴曹收入暴涨，奶茶店营业额3000万，旅游团门票收入2000万，周边产品800万。我知道，但是支出也暴涨。啥支出？我好像没批啥大项目啊。奶茶店装修费800万，旅游团接待费300万，奈何桥护栏维修费2000万，黑白无常加班费500万，孟婆奶茶原材料采购费600万，游客厕所修建费400万。奈何桥护栏为啥又要修？不是刚修过，上个月才修的。上周有个大妈在桥上跳广场舞，把护栏踩塌了。那个大妈230斤，跳的是最炫民族风，高潮部分动作太大，护栏直接断了。洗了个澡，上来还投诉说河水太脏，还有黑白无常申请加班费。他们加班干啥？鬼差还需要加班？现在游客太多，他俩在负责维持秩序、疏导交通，帮游客拍照，找走丢的小孩。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已经3天没合眼了。黑无常昨天站着睡着了，被游客当成 cosplay 合影了半小时才醒。我堂堂阴曹地府之首，怎么变成景区了？想当年鬼哭狼嚎多威风，现在呢？最炫民族风，买1送1。干妈，啥事儿？又想我了？小严啊，下周再安排一批80人，村里的大爷也要去，说想看看阴间啥样。王大爷想去看看他老伴，李婶想再去喝杯奶茶。行，干妈，那个能让他们别跳广场舞吗？奈何桥护栏又塌了。又塌了，那丫头又跳了。李婶，对，就是她。她说最炫民族风跳着带劲，非要跳，护栏承受不住。行，我跟他说说，下次跳慢一点的，比如小苹果，那个动作小。阎王捂着脸，肩膀抖动，不知道是哭还是……就在阴曹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我家门口来了个不速之客，穿西装，
打领带，皮鞋擦得锃亮，但头顶还长着2个包，像是没长全的脚。他努力用头发遮住，但风一吹就露出来。你找谁？请问王贵芬，你是在家吗？你谁啊？干什么的？我是他老朋友，姓敖，敖广。哟，劳啊，稀客啊，进来坐，3000年没见了。贵芬姐，好久不见，3200年了。老敖，妈，这是谁？你朋友？龙王。龙王，东海那个。小兄弟，你好，就是敖广。你不是应该在海底吗？怎么穿西装？你的龙袍呢？别提了，龙宫最近不太平，穿龙袍太显眼，容易被游客围观，只能穿西装出门，低调点。咋了？东海出事了？贵芬姐，东海被人承包了，搞旅游开发。然后呢？天天有游客往海里扔硬币，说是许愿。我龙宫屋顶被砸了7个洞，上周有个硬币正好掉我床上，把我砸醒了。我以为是暗器，差点拔剑。你看，这是我卧室，这是我老婆的梳妆台，这是我家的餐桌，全是硬币。我老婆现在都不敢睡觉，怕被砸到。这么多硬币得多少钱？我让虾兵蟹将数过，上个月一共收了87643块5毛，够我龙宫1年的电费了。龙王坐下就开始诉苦，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把王贵芬家的纸巾用掉半包。陈大毛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，手里的瓜子都忘了嗑，说东海被人承包了，搞了个东海龙宫沉浸式体验馆。沉浸式体验馆啥意思？像那种密室逃脱？就是游客穿上潜水服下来参观我龙宫，门票380一位，拍照零收费，和龙王合影再加200，摸龙角再加500。那不是挺好的，带动旅游经济，还能创收。好啥好，那是我的家，现在天天有人在我客厅拍照。上周有个网红在我床上直播睡了3天，3天，我老婆差点跟我离婚。你让他睡了？我当时出差去西海开会，回来床单都是香水味儿，还有口红印。我老婆以为我出轨了，闹了3天。那你没找他们理论？找了，他们说我侵权。侵权？你侵什么权？他们说东海龙宫是他们的注册商标，我要进去的买票。他们说我是侵权方，擅自住在他们的景区里。你自己家，你进去要买票？对，380一位。我上周想回家拿换洗衣服，被拦在门口，说我没买票。我说我是龙王，他们说你是龙王，还是我是龙王？买票。你当初怎么把东海承包出去的？20年前，有个开发商来找我，说要搞海底旅游。我当时觉得挺好，就签了合同。他说能帮我宣传龙宫，还能给我分红。合同呢？在这儿，我一直留着，但没仔细看。我妈看合同的表情，从淡定变成皱眉，最后变成冷笑。龙王在旁边紧张的直搓手，陈大毛凑过去看热闹，脑袋都快贴到合同上了。老，你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看了没？看了，大概看了一下。当时他说是标准合同，我就没细看。你看这儿，一方拥有东海龙宫及周边海域的独家开发经营权，期限99年。这我知道，当时说好99年，我记得挺长。再看这儿，甲方即龙王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乙方经营，否则视为违约，需赔偿乙方全部损失，并承担违约责任。这有啥问题吗？我当时觉得我不干扰就行。你再看最后这页，最下面这行，用放大镜看。本合同最终解释权为四海集团所有。这你被坑了，这不是承包合同，是卖身契。99年独家经营权不能干扰，最终解释权归他们。你现在想回去，就是干扰就得赔钱。那我怎么办？我龙宫不要了。开发商是谁？叫四海集团，老板姓钱，叫钱四海。四海集团，那不是咱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吗？开发了好多楼盘。你认识？他们老板就是刘胖子的债主，刘胖子欠他钱，刘胖子欠咱们钱，绕来绕去都是一家人。绕来绕去都是姓钱的，这钱家手伸得够长的。桂芬姐，你能帮我吗？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，说我败家。走，去找钱家人聊聊。妈，我也去长长见识。为了搞清楚四海集团的底细，我和我妈又来找刘胖子。刘胖子看到我妈，差点从窗户跳下去，那速度比见了鬼还快。窗户是关着的，他差点撞碎玻璃。你咋又来了？钱不是不要了吗？找你问个事，别紧张。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不是在家保酸吗？来看看你，房子不错，装修挺好。阿姨，钱我真不要了，您别吓我，那200份子我也不要了。不要钱，问你个事，坐下说。你老板四海集团的叫啥？你问这个干啥？欠他钱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有点事要问他，关于龙宫的。他叫钱四海，但你不一定见得着。为啥？他不见客。他最近失踪了。失踪？大老板失踪？听说是去了趟东海，回来就病了，现在住 ICU， 重症监护室不让进。病了？啥病？医生说他全身长鳞片，像鱼一样。鳞片？对，从脚底长到脖子，脸上没有，身上还发青，像那个什么海里的东西，护士都不敢靠近。这是我龙族的诅咒，
谁占了龙宫，谁就得炼狱。能解吗？解不了，除非他归还龙宫，这是龙族的规矩，上古传下来的。占龙宫者，化狱。阿姨，这位是？怎么头上还要爆？龙王。我们仨混进了医院，隔着玻璃看钱四海，那场面比恐怖片还刺激，比科幻片还玄幻。陈大毛这辈子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妈，这能行吗？咱这不是冒充医生吗？有啥不行的？你妈我当年在村里办过赤脚医生，给猪打过针。我这样能进去吗？我的脚太明显了。戴上就说你是蒙古族的，帽子特色。妈，你看，啧，真长鳞了，还挺闪，比鱼鳞好看。这鳞片看着挺贵的，能卖钱不？那当然，我龙族的鳞上等的，一片能卖5000，他这全身鳞能值几百万。你这时候骄傲啥？你龙宫都被他占了。你们是家属吗？探视时间过了。我是他远房表姑。远房表姑？没听说他有表姑啊？对，从乡下来的，特意来看的。听说他病了，我炖了鸡汤。他小时候最爱喝我炖的鸡汤。那你们小声点，他刚睡着，别吵醒他。好的好的，我们就看看。妈，你演技真好，鸡汤哪来的？路上买的，20块钱。待会儿咱自己喝。钱四海躺下了，但他儿子还在。我们直接杀到了四海集团，准备会会这位少东家。四海集团的楼市真高，电梯坐了整整1分钟，耳朵都嗡嗡响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告诉你们钱总，说王贵芬来了。这钱总今天很忙，没有预约的话，就说东海的事。稍等，请进，钱总在等你们。王阿姨，久仰大名。刘胖子啊，跟我提过您。你认识我？刘胖子说道，说您一张借条把他28万抹了，还说您认识阎王。那孩子嘴挺快，现在在哪儿？这位是敖广。敖广，东海龙王。你爸的合同是我签的，20年前。各位今天来是谈个生意，顺便看看你爸的病。我妈把合同拍在桌上，钱小海的汗就下来了。空调开16度，他还在擦汗，手都在抖，像得了帕金森。王阿姨，这合同是我爸20年前签的。我知道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你爸现在躺医院，你知道为啥不？知道，医生说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病，叫什么鱼鳞病？皮肤病，那是龙族的诅咒。谁占了龙宫，谁就得炼狱。你爸现在只是长鳞，过段时间手脚就会长蹼。张婆，然后腮，然后尾巴，最后变成一条鱼，养在你家鱼缸里。你到时候得每天喂鱼食。阿姨，您别吓我，我爸已经那样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吓你干啥？你爸签这份合同的时候没告诉你们吧？没说有诅咒。没有，我爸说就是普通的承包合同，说龙宫风景好，开发旅游能赚钱。普通合同会写99年独家开发权，会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，这是卖身契。龙宫是龙王的，不是你们家的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。您说？第一，开发权无条件归还，龙宫恢复原状，你爸的病自然就好了。那第2个呢？你爸变鱼，你继承家业，然后你也变鱼，你们家世世代代养鱼，子子孙孙都长鳞。钱小海考虑了5分钟，汗流了5斤。空调开16度，他的衬衫还是湿透了，贴在背上。最后他擦了擦脸，做了决定。王阿姨，我选第1个，开发权归还。聪明，比你爸强。但是我们投了20个亿进去，龙宫装修、设备、宣传都花出去了，就这么还回去，公司就垮了。我知道。那能不能给点补偿？哪怕意思意思啊。小钱啊，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爸占了龙王的开发权，经营了20年，赚了多少钱？你算过没有？我帮你算算。东海龙宫门票380一位，一年游客少说100万，20年是多少？380乘以100万，卧槽，一年3个多亿。20年60个亿打底，还没算周边产品、餐饮、住宿、特许经营、IP 授权。你现在跟我说要补偿？那您的意思是？第一，开发权无条件归还；第二，这20年赚的钱分3成给龙王。3成？那得10几亿，我们公司1年利润都没这么多。你也可以不给。不给会咋样？除了变鱼还有啥？你看见外面那个湖了吗？看见了，那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湖景别墅区。过2天那个湖里也会开个龙宫体验馆。啥意思？龙王亲戚多，四海龙王是一家，东海不行了，他们就往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搬。
到时候你们四海集团的楼盘旁边全是龙宫，你家房子卖给谁，谁敢买？天天有游客往湖里扔硬币。钱小海考虑了10分钟，签了合同。签字的时候手还在抖，但眼神已经认命了。他签完字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，靠在椅子上喘气。阿姨，我服了。这就对了。那我爸的病开发循环了，诅咒自然界，3天之内鳞片就会掉光，1个月内恢复人样。那就好，我妈快急疯了。妈，你咋这么会谈判？那20亿的账，你算的门清。当年在村里，我是妇女主任，专门调解邻里纠纷。张家牛吃了李家的庄稼，王家媳妇骂了赵家婆婆，都是我去说和。30年调解了800多起。那能一样吗？牛吃庄稼能和龙宫比？有啥不一样？都是人，都是钱，都是房子，只不过这次当事人是龙王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贵芬姐，太感谢了，大恩大德，我是难忘。客气啥？回头龙宫重新开业，给我留几张 VIP 票就行，我带姐妹们去玩。必须的，终身免费，您全家都免费。阿姨，那我们还能继续开发吗？合作的那种。你想合作？我们投了那么多钱，设备、员工、宣传都在这儿了。如果完全不让做，公司就垮了。2000多号员工等着发工资。这个可以商量，合作共赢嘛。龙王的麻烦解决了，我妈又惦记起阴曹的声音。她刚踏上奈何桥，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。这哪还是阴曹，分明是热门景区，比5一假期的长城还挤。小严，干妈，您来了，想死我了。最近生意咋样？这个月收入又创新高，奶茶店开了3家分店，旅游团1天接8批，忘川河游船项目也上线了。不错。游客评价呢？好评如潮，说阴曹比想象中好玩，服务态度好，奶茶好喝，景色独特。还有人说想来第2次，但是啥？上面来人了。上面哪个上面？天庭。来干啥？说阴曹最近太乱，要查账，说咱们不务正业，把阴曹搞成景区了，还说有游客投诉奈何桥太挤，孟婆汤涨价。那你账有问题吗？有。多大问题？这个月收入暴涨，支出也暴涨，但收支不平，账对不上。差多少？差5000万。5000万你干啥了？贪污了？奶茶店扩建花了800万，奈何桥重修2000万，黑白无常加班费500万，旅游团接待费1000万，还有新开的忘川河游船项目，买船花了1200万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干妈，你有办法？他们啥时候到？明天。没事，我来处理。你干妈活了3000多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第2天，天庭审计组准时到达，带队的是个老熟人，但王贵芬装作不认识。来人白胡子飘飘，仙风道骨，但手里端着杯奶茶。这就是阴曹。环境还行，就是有点吵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阳间来的游客。游客？阴曹有游客？这是我们新推出的文旅项目，阴曹地府1日游。几位领导来了。你是？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王贵芬，阴曹文旅首席顾问。王贵芬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阴曹文旅一体化改革方案，这是立项书，这是审批文件，这是财务报表，请过目。这是谁批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天庭3年前批的，有签字。3年前我怎么没印象？你看看这个签字。这是。审计组长看着那个签名，手抖得像帕金森。他活了3000年，第一次这么紧张。那签名他太熟悉了，当年给玉帝当秘书的时候，天天见。这真是玉帝的签字。你可以打电话问问，他这会儿应该在天庭喝茶。我不敢打。要不我帮你打，我有他号码，老交情了。不用，我信，您收起来吧。组长，这签字是真的吗？我看着有点不一样。是真的，我认识玉帝的笔记，当年我给他当了500年秘书，天天看他签字，这个撇，这个捺都对。那怎么办？还查不查？王女士，这个项目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，既然玉帝批了，那肯定没问题。别急呀，账还没查完呢。你们不是来查账的吗？不能白来一趟。不查了，您忙您的，我们回去复命。那怎么行？天庭的规矩不能坏。来，坐下，我让孟婆给你们上茶，尝尝阴曹特产。真的不用。孟婆，来3杯奶茶，招牌的记我账上。咋样？再来1杯。再来3杯，打包。干妈，那签字是真的？假的。啊？您刚才不是说真的吗？
模仿笔记这事儿，你干妈30年前就会。你爷爷的字我练了3年，玉帝的字我练了3个月。回到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这几天发生的事，比我26年经历的都多。我感觉自己活在一部玄幻小说里。妈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妈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？阎王叫你干妈，龙王来找你帮忙，你还会模仿玉帝签字，你还会啥？活得久了，认识的人自然多。那你活多久了？记不清了。记不清？怎么可能记不清？反正你爷爷的爷爷小时候，我就这样了。那时候我还年轻啊！别多想，去把垃圾倒了。蒜皮快满了。妈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跟我说实话。你猜？我猜不着，你是我妈，我不能猜。那你觉得呢？半仙？差不多，有点仙气，但不算神仙。那就好，不是鬼就行。鬼有啥可怕的？你妈我朋友里一半是鬼，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都是好哥们儿。我妈的神秘身份还没搞清楚，孟婆就发来邀请。电话响的时候，我正在查人活3000年是否合法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搜索结果。桂芬姐，你有空来一趟吗？咋了？阴曹又出事了？奶茶店要开分店，想请您来剪彩。分店开哪儿？阴曹还有别的地方？阳间。阳间？阴曹的奶茶店开阳间，活人能喝吗？对，我看阳间奶茶店生意那么好，咱们这味道也不差，为啥不开？我让李婶帮我调研了，他说阳间奶茶店1杯30，成本3块，利润高得很。有道理，配方改好了。改好了，按您说的，加糖、加奶盖、加珍珠，年轻人喜欢的都加。妈，你真要去？去，为啥不去？有钱不赚是傻子。阴间的奶茶，阳间人能喝吗？会不会有问题？孟婆汤都能改良，奶茶有啥不能？配方我都给他改好了。再说了，咱村李婶、张姨都喝过，没事。什么料？能告诉我吗？商业秘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妈，我也去。你去干啥？帮你拎包，顺便看看阴间奶茶店长啥样。行，走吧。第二天，我妈带着孟婆在市中心转悠。孟婆穿着现代装，戴着墨镜，但走路还是飘的，脚不沾地。陈大毛跟在后面，时刻注意有没有人发现异常。桂芬姐，这地方人好多啊，比阴曹还热闹。对，这就是商圈，阳间最热闹的地方。商圈就是人多的地方，开店就得开这儿，人流量决定生意。那是啥店？排那么长的队，都排到马路上了。喜茶。喜茶，生意这么好，门口还有黄牛。对，年轻人的钱好赚，1杯30，成本3块，排队2小时，拍照5分钟。30，阴间1杯才3块冥币，差10倍。这是阳间，物价不一样，而且他们用的是真钱。那咱们也开，赚大钱。我藏了3000年私房钱，够了吧？两位阿姨，看店铺吗？我这儿有好的。多大的？80平，月租12万，黄金地段，人流量大，对面就是地铁口。12万，阴间1年都用不了12万，这太贵了。这是阳间正常价，你算算，1杯30，一天卖多少杯能回本？一天卖400杯，好像还行。开，你攒了3000年私房钱，够了。1个月后，忘不了奶茶阳间分店开业了，装修风格是阴曹风，奈何桥、孟婆汤、黑白无常全做成装饰，门口摆着2个纸人，但看起来有点吓人。欢迎光临，开业3天，买1送1，前100名送限量版孟婆杯。孟婆奶绿、奈何芝芝、黄泉波波、望乡台拿铁。这啥店啊？名字这么吓人？网红店吧，名字挺猎奇。网上刷到的，说特别好喝。那尝尝。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。孟婆奶绿、奈何芝芝，慢用，不好喝不要钱。我操，这味绝了，比我喝过的所有奶茶都好喝。这是什么配方？怎么这么香？祖传的。妈，火了！意料之中，孟婆汤3000年不是白熬的。3天后，店门口排起了长队，从店门口排到马路对面，又拐了个弯，绕了商场一圈。保安拿着扩音器维持秩序，嗓子都喊哑了。这队也太长了，都排到对面商场了。我从早上8点排到现在，还没进去。网上刷到的，说这家奶茶巨好喝，我刷了20个视频，全是夸的。你喝过吗？没有，刷到的。那你就来排3个小时。来都来了，要号吗？前面还有50个，300块一个。300？你抢钱啊？一杯奶茶才30。不要算了，后面等着，要的人多着呢。这店一天只卖500杯，卖完就关门。你干啥的？我排队啊。排队？
我刚才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，跟好几个人说话，你是黄牛吧？阿姨再见，我走了。别跑，再让我看见你，让你喝一碗原版孟婆汤，忘掉前世那种。孟婆姐，生意太好了。还行，就是累，3000年没这么累过，但是开心。生意火了，麻烦也来了。这天下午，孟婆火急火燎的打电话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调。桂芬姐，出事了，大事。咋了？慢慢说。对面新开了一家奶茶店，开就开呗，正常竞争。阳间奶茶店多的是，他们家招牌叫忘不掉奶茶。啥？忘不掉，跟咱们就差一个字。装修也一样，店员制服也一样。菜单呢？孟婆奶绿改成了婆婆奶绿，奈何芝芝改成了河岸芝芝，黄泉波波改成了泉水波波，一模一样。山寨的，咋办？告他们。我过去看看。妈，要去打架，我帮你叫人。打啥架？文明人，先去看看情况。那咋办？先去看看他们味道咋样。我妈站在对面，看着这家山寨店，装修一模一样，连店员制服都一样，但门口冷冷清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装修都一样，就差把招牌抠下来了。这是照抄啊！妈，这算侵权吧？能告他们吗？算，但打官司太慢，等官司打完，他们店都倒闭了。那咋办？你去买一杯尝尝。我去山寨店买。对，尝尝啥味儿？知己知彼。他们抄咱们的，能好喝吗？你去就知道了。妈，给我尝了一口，不太对。吐。咋了？这啥玩意儿？刷锅水，还有股糊味。卧槽，这也太难喝了，跟咱们的没法比。这是奶茶，这是刷锅水加糖吧？那就行了。行啥？等着看。3天后，山寨店门口冷冷清清，一杯奶茶都没卖出去，门口贴出旺铺转让的告示。这家咋没人？新开的吧？网上都在骂，说难喝的要死，还贵，125，比对面便宜5块，但没人买。那对面那家呢？还是排长队，真好喝。我喝了20年奶茶，没喝过这么好的，这味绝了。为啥差距这么大？味道差这么多？味道呗，人家那是真好喝，而且听说对面是3000年的老配方，祖传的。老板，生意咋样？阿姨，您别取笑我了，亏了50万，准备关门了。想学真手艺不？您会？我不会，但我认识会的人。那您能接受吗？我愿意学。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您说。店名改了，别蹭我们热度；装修也改，别一模一样。行，是我做的不对。还有加盟费50万。行，我现在就转。别急，先见见真师傅，看看他收不收你。我妈把山寨老板带到了孟婆面前，孟婆正在熬新配方，看到来人，脸色不太好看，手里的勺子都停了。桂芬姐，这是对面那家店的老板，他来干啥？砸场子？阿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抄袭你们。啥情况？他想学真手艺，以后加盟咱们，改邪归正。加盟？对，他出钱，你出技术，开分店，利润分成，以后他就是自己人。这能行吗？他之前还抄袭我，咋不行？阳间都这么干。你看那些奶茶店全是加盟的，他有钱，你有技术，合作共赢。阿姨，我能行，我出50万加盟费，店铺装修我全包，以后我就是您徒弟。50万不够可以再加，80万也行，100万也行。桂芬姐，行了，去你合同吧，以后好好干。桂芬姐，这就行了。他之前还抄袭我，记住，做生意敌人也能变朋友。多一个朋友，少一个敌人，划算。生意的事刚消停，我妈又开始操心我的终身大事。她拿着手机翻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一个目标，那个认真劲儿比谈生意还专注。大毛啊，你多大了？26，咋了？又要干啥？26了，该找对象了。妈，我不急，事业还没着落呢。你不急，我急。你急啥？我想抱重孙子。你才多大就想抱重孙子？人家60岁才抱孙子。我多大你别管，反正我想抱。我等了3000多年，容易吗？明天有个姑娘，你去见见。我不去，相亲太尴尬了。那我自己去见。你去干啥？你替我相亲？替你把关。我看上的，你再见；我看不上的，你也不用见。妈，你别乱来，你会把人家吓跑的。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咖啡厅，地址我发你。我还是被我妈压着来相亲了。对面坐着一个姑娘，长得挺好看，扎着马尾辫，笑起来有2个酒窝，但我的注意力全在我妈会不会突然出现。你好，我叫小美。你好，我叫大毛，陈大毛。你名字挺有意思，大毛，像动画片里的。我妈起的，说好养活。你妈是做什么的？她做点小生意，带团旅游，开奶茶店。什么生意？旅游公司？就是带团出去玩玩，顺便开个奶茶店，小本生意。听起来不错，你妈挺能干。小姑娘，你觉得我儿子咋样？
妈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不来吗？我来看看，不放心。阿姨好。长得不错，有对象吗？阿姨，我就是来相亲的。对，我糊涂了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这是咱家奶茶店的 VIP 卡，终身免费，拿着。这太贵重了吧？第一次见面。不贵重，以后常来。想喝啥让大毛给你送，他闲着也是闲着。妈，相亲的事还没着落，阴曹又出事了。阎王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妈正在给小美发微信，问人家对我印象咋样。干妈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又咋了？奶茶店又塌了。天庭又来人了，这次是玉帝亲自派的。玉帝他亲自派的？对，说上次那个签字有问题，要彻查，说怀疑是假的。谁来的？太白金星。哦，老白啊，熟人。您认识？太白金星您都认识？认识，年轻时候一起喝过酒，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。3000年前？让他等着，我马上到，顺便带2杯奶茶上去。妈，又出事了，老朋友来了。太白金星？对。我能去吗？我也想见见神仙。你去干啥？见见世面，这辈子还没见过神仙呢。行，走吧。我妈赶到阴曹时，太白金星正站在奈何桥上发呆，他穿着一身白西装，仙气飘飘，但手里捧着一杯奶茶，喝得挺认真。这位天庭秘书长3000年没下凡，一下凡就被奶茶征服了。这是阴曹，我走错地方了。阴曹地府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神仙，您没走错，这就是阴曹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文旅项目，您喝茶。这什么？阴曹还卖这个？孟婆奶绿，我们这儿的特产，加了仙草，适合神仙喝。您尝尝，3000年老配方改良版。咋样？不好喝？不合您口味？再来一杯。好嘞，孟婆，再来一杯天庭限定版。老白，桂芬，真是你？我以为阎王骗我。不是我，还能是谁？3000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白，一点没黑。你咋在这儿？我还以为你在人间隐居呢。我去找过你，没找到。我儿子死了，我来看看。结果发现他没死，假死。我儿子为了躲债装死，躺了7天。你儿子？你有儿子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废话，不然我咋当妈？3000年就这一个，26年前生的。这是我儿子陈大毛。老神仙好。长得像你，有仙气，但不多。普通人。对，普通人。那就好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福气。俩老熟人坐下开始叙旧，陈大毛在旁边听着，感觉自己像个电灯泡，还是3000瓦那种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自己亲妈有这么多秘密。桂芬，咱们多少年没见了？得有1000年了吧？上次见面是哪年来着？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上次是500年前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记得你。上次见面，你还在给玉帝当秘书，穿的是青色官服，现在换成紫色了。现在也是秘书，升了1级，现在是秘书长，管的事儿多了，人也老了。你看我这胡子全白了。那挺好，升官了，工资涨了吧？天庭待遇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活多。玉帝现在事儿多，天天开会。那签字真是你模仿的？玉帝那个签名？对，我就知道玉帝那个字我认得。你这个差一点，他那个撇是往左偏，你这个是直的，稍微有点区别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但我能看出来。那你回去咋交差？知道是假的还帮我瞒着？交啥差？我就说查清楚了，没问题。阴曹文旅搞得好，应该支持。玉帝那边我帮你圆过去。你这么帮我，不怕玉帝怪罪？当年要不是你救我，我早死在凡间了。这份恩情1000年也忘不了，别说瞒1次，瞒10次我也干。你还记得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一辈子忘不了。我太白金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那时候我刚下凡，什么都不懂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被妖怪吃了。妈，你救过他？小事，那时候他刚下凡被妖怪追，我帮了一把，拿扫帚赶跑了几个小妖。小事，对我来说是大事。那几个妖怪追了我3天3夜，我差点交代在凡间。太白金星开始回忆当年的事，说到动情处，眼眶都红了。陈大毛听得入神，奶茶都忘了喝。这段往事比他看过的所有神话剧都精彩。那会儿我刚下凡，第一次出差，什么都不懂。玉帝让我去人间考察民情，结果我迷路了，还被几个妖怪盯上了。然后你躲进了我家柴房。对，你妈拿着扫帚把妖怪赶跑了。那个扫帚现在还供在我家里，供了3000年。我用红布包着，放在祠堂里，每天上香。我妈？你妈？那我妈呢？那是我妈，你太奶奶早就走了。那您那时候多大？忘了，反正挺大了，年轻着呢，也就看着30多岁。这是你儿子？对，长得像你。那这孩子也是和你一样？
普通人别瞎想，只有一点点仙气，能多活几十年而已。明白，普通人也好，省心。你们在说啥？我也是傻。说你长得帅，喝你的奶茶，别插嘴。这孩子有点意思。贵芬，你晚年有福了。晚年我还能活多少年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从阴曹回来，我一直琢磨我妈的话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3000年仙气太白金星这些词。活了26年，突然发现自己亲妈不是普通人。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。那太白金星说的也是啥意思？他问这孩子也是什么？也是神仙，也是长生不老。他嘴瓢了，年纪大了，说话不过脑子。我不信，我看他那表情，明显是有话没说完。那你觉得是啥意思？你是不是也不是普通人？你是不是神仙？我本来就不是普通人。那你是什么？你妈我啊。是啥？先去把垃圾倒了，回来告诉你，垃圾车马上来了。啊？这时候让我倒垃圾？快去，蒜皮都满了，再不倒就臭了。我倒完垃圾回来，我妈已经在沙发上等着了，茶几上摆着2杯茶，气氛突然严肃起来。我知道，今天终于要知道真相了。你知道为啥阎王叫我干妈吗？你给他指过路，给过馒头。那你知道为啥龙王来找我帮忙吗？你认识他？那你知道为啥太白金星见了我那么激动吗？你救过他？那你觉得一个普通人能活这么久，认识这么多人吗？能3000年不老？陈大毛愣住。你妈我啊，活了得有几千年了。几千年？3000多年？具体多少记不清了，反正挺久了，比你爷爷的爷爷年纪还大。那你到底是人是鬼？算是半仙吧。半仙？就是有点仙气，但不算神仙，能活很久，但也会死，就是比普通人活得久一点。久一点？3000年叫久一点？对神仙来说，3000年不算什么。太白金星都活了上万年了。我妈开始讲她的故事，我听着听着，感觉自己活在神话里。活了26年，今天才知道自己亲妈是神仙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普通人，在村里长大，种地喂猪过日子。然后呢？后来遇到一个神仙，他给了我一颗果子。什么果子？不知道，吃了就不老了，有点像桃子，又有点像苹果。吃完就睡着了，醒来就发现自己不会老了。那你现在多少岁？按阳间算法，得有个3000多岁吧，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，数字太大了。3000？那我爸呢？他也是。你爸是普通人，所以早早就走了。他走的时候才70多岁。陈大毛沉默地低下头。但你不一样。我咋不一样？你是我生的，多少沾点仙气。我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好东西。那我也不会老。想得美，你只有一点点，顶多多活几十年，能活到150、6就算不错了。那还好，要是也活3000年，我朋友都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福气。刚说完身世，电话就响了。阎王的专属铃声小苹果在客厅里回荡。我妈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叹了口气，接了起来。干妈，出大事了。又咋了？慢慢说。东海那边出事了。东海不是解决了吗？龙王不是已经拿回开发权了吗？是解决了，但龙王的邻居找上门了。邻居谁？西海龙王、南海龙王、北海龙王全来了，现在都在我办公室坐着呢。3个龙王排排坐，像3尊大佛。他们来干啥？说听说您有办法解决纠纷，都想请您帮忙。他们说自己也被坑了，跟东海一样的情况。这是把我当免费调解员了。他们还带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西海龙王带了1箱珍珠，南海龙王带了1箱珊瑚，北海龙王带了1箱，说是北海特产，冒着寒气，可能是冰块。行，让他们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妈，你要去？去，为啥不去？有礼物不收是傻子。你不怕麻烦？你妈我活了3000多年，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麻烦这东西躲是躲不掉的，不如直接面对。那我跟你去。你去干啥？帮你拎礼物。行，走吧。我妈赶到阴曹时，3位龙王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，场面很壮观。3个头上长角的人挤在沙发上，把阎王的真皮沙发做出了3个坑。茶几上摆着3个箱子，闪闪发光。阎王办公室，3位龙王坐在沙发上，各自端着茶杯，气氛有点微妙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是偶尔对视一眼。这阴曹的茶不错，比咱们龙宫的强多了。阎王，你这茶哪买的？对，龙宫那茶都是海水味，喝了几千年，你的慌。回去我得换换。别光喝茶，人来了吗？我这冰都快化了，化了就不值钱了。这可是我北海的1000年寒冰。3位，这位就是王贵芬女士。贵芬姐，坐，别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
贵芬姐，久仰大名，东海那小子回去把您夸上天了。久仰，你听说过我？东海那小子回去说您3言2语就帮他拿回了龙宫，还让钱家赔了10个亿，还说您一张借条就把债主打发了。对，还说您认识阎王，认识太白金星，人脉广得很。10个亿啊！我北海一年旅游收入才2个亿，还得养那么多虾兵蟹将，您得帮帮我们。那是他应得的，你们呢？什么情况？贵芬姐，我们也有事想请您帮忙，一样的麻烦。说吧，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，我听着。3位龙王开始诉说各自的烦恼，一个比一个惨，一个比一个委屈，说到动情处差点抱头痛哭。这哪是龙王，分明是3个受气包。陈大毛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，阎王不停地递纸巾。贵芬姐，我先说吧，我那边最惨。说吧。我那边被人开发成潜水基地了，叫什么西海龙宫沉浸式体验馆，门票480一位，比我东海兄弟那边还贵100。然后呢？天天有人下来拍照，还往我龙宫里扔垃圾，可乐瓶、塑料袋、易拉罐，什么都有。上周有个游客把可乐瓶扔我床上，我老婆以为是炸弹，吓得躲进贝壳3天没出来。3天啊，我睡了3天沙发。那你们没清理吗？清理了，我让虾兵蟹将天天捡，捡都捡不完。昨天还捡到一个自拍杆，一个手机，还有一条内裤。内裤啊，谁知道是谁的？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搞什么夜潜龙宫项目，晚上也下来。我睡觉的时候，经常有手电筒照我脸上，我都有心理阴影了。现在睡觉必须戴眼罩。我老婆说我晚上说梦话都在喊别照了。你那算啥？我那边更惨。你说？我那边被人承包养珍珠了。养珍珠？那些蚌壳天天在我家门口开 party， 吵得要死。他们一开一合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跟放鞭炮似的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。我老婆都神经衰弱了，现在听到咔嚓声就哆嗦。他们还比赛，看谁产的珍珠大，产完就欢呼，咔嚓咔嚓咔嚓。我快疯了，我找他们理论，他们说这是正常生产经营，让我别捣乱。我说我是龙王，他们说你是龙王还是我是龙王，别妨碍我们工作。那珍珠谁拿走？开发商，他们收走卖钱，我一个子儿都见不着。那些珍珠本来是我龙宫的，是我的。我那边更惨。你说？我那边被人改成冰雪大世界了。冰雪大世界？游客滑冰滑到我房顶上，把我屋顶踩塌了3次，上个月又塌了1次，我差点被埋。我老婆说我睡觉都得戴头盔，怕被砸到。他们还往我龙宫里灌冰，说是造景。现在我龙宫里全是冰雕，走道都堵了，我出个门得绕半天，跟走迷宫似的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搞什么冰雕大赛，参赛者在我客厅里雕冰，雕完了还不拿走，就摆在那儿。我现在客厅里摆着20多个冰雕，有企鹅，有北极熊，有雪人，还有几个不知道是啥的东西。那你不是省了装修费？省啥？冰化了怎么办？化了我客厅全是水，我家具都泡坏了。所以你们都想把开发权要回来？对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过正常日子。开发商都是谁？四海集团。四海集团也是四海集团，又是钱家，这是要把四海龙宫一网打尽啊！东西南北齐了。我妈掏出手机给钱小海打电话，电话响了3声，那边就接了，声音特别恭敬，甚至有点害怕。看来钱小海已经被我妈治得服服帖帖。小钱啊，忙不忙？阿姨，不忙不忙，你有啥吩咐？我在开会呢，但您的事儿最重要，我让他们先等着。西海、南海、北海的龙宫开发权也是你们家的。钱小海沉默了，说话别装死，我知道你在听。是我爸当年一起签的，3个龙宫一起签的。你们钱家是想把四海龙宫全包圆了，凑一桌麻将。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我爸说四海龙王凑齐了吉利，可以搞联票，东海龙宫、西海龙宫、南海龙宫、北海龙宫4个景点联票卖1200，游客肯定喜欢。你爸还挺有商业头脑。他就是太有商业头脑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听您的，您说咋办就咋办。我爸还躺着呢，我可不敢乱来。这还差不多，比你爸强。明天带着合同来阴曹一趟。阴曹？您让我去阴曹？对，地址我发你，别迟到，3位龙王等着呢。带着合同原件。阿姨，我害怕，我上次去就吓个半死。怕啥？又没人吃你。阎王是我干儿子，没人敢动你。再说了，你上次不是去过吗？那我也怕，那些鬼太吓人了。少废话，明天10点准时到，迟到的话后果自负。他能来吗？
不会跑了吧？赶不来，除非他想跟他爸做病友。他爸还躺医院呢，鳞片还没掉完。你们那诅咒挺厉害的。那是龙族诅咒3000年的传承。第二天，钱小海真的来了，他穿着一身黑西装，打着白领带，像是来参加葬礼，手里还拎着个公文包，腿抖得像电动小马达。这是他这辈子第2次来阴间，但还是怕得要死。这就是阴曹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不对，这么多鬼。钱先生，欢迎光临。第2次来了，应该习惯了吧？阎王爷好。我没干啥坏事儿，我最近还捐款了。别，您别跪，您是客人，不是来投胎的。我们这儿现在不随便收人。第1次来，有点紧张。这地方太吓人了，那些飘着的，还有没头的。那边是游客，活人；那边是鬼魂，等投胎的。那边是奶茶店，孟婆开的。孟婆还开奶茶店？对，生意可好了。您要不要来一杯？小钱来了。阿姨，救命！我害怕。这地方太吓人了。救啥命？又没人要你的命，就是谈个生意。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？但是我害怕，到处都是鬼，那个飘着的，还有那个没头的，那边还有几个在排队买奶茶，还有人在跳广场舞。习惯就好。走吧，3位龙王等着呢。新来的，长得挺精神，活的。孟婆，尝尝新出的忘川拿铁，喝了忘掉烦恼。今天开业优惠，买1送1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小伙子别紧张，阴曹现在可热闹了。钱小海被带进办公室，3位龙王齐刷刷看着他，那眼神像看杀父仇人，又像看提款机。钱小海感觉自己像只掉进狼窝的小羊，腿都软了。你就是钱四海的儿子？是我。你爸坑了我们3家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爸签的，不是我。我当时还小，不懂事。我爸签合同的时候，我才10岁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阿姨，您说咋办就咋办，我全听您的。您是我亲阿姨。我说。对，您说了算。您说东，我不敢往西。那行，我说3个条件。您说，我听着。第一，3个龙宫的开发权全部归还，无条件，合同作废。行，合同我带来了。第二，每家赔偿10个亿，一共30亿。行，30亿。第三，以后龙宫周边开发利润3家平分，你们合作不能再单干，你出钱，他们出地，利润平分。利润平分？您的意思是还能开发？不是不让开发了？开发可以，但要合作，不能强占。你们出钱，龙王出地，利润平分，这叫合作共赢。这主意好，我们同意。贵分解高明。钱小海一听还能开发，眼睛也亮了，但一听赔偿金额又蔫了。30个亿不是小数目，够他心疼好几年的。阿姨，30个亿是不是有点多啊？能不能少点？得，你爸赚了我们20年，门票381位，1年游客100万，20年多少钱你算过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我们公司现在现金流紧张，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。现金流紧张？你们四海集团去年利润50个亿，我让虾兵蟹将查过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查我公司账？我让虾兵蟹将查的，海里也有经济间谍、章鱼会计、螃蟹审计，专业的很。你们公司账目我门儿清。我还知道你们去年偷税漏税了。别说了，我赔。小钱啊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算个账，30个亿分3年付清，每年10个亿。你们公司1年利润50个亿，拿10个亿出来，不过分吧？而且以后合作开发，利润3家平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四海龙宫4个景点，联票、套票、年卡、周边产品、IP 授权，你算过没有？4个龙宫一起开发，1年能赚多少？就像迪士尼那样。对，比迪士尼还火。毕竟迪士尼是假的，龙宫是真的。真龙宫，全世界独一份。阿姨，您说的对，联票可以卖1200，4个景点，游客肯定喜欢。4个龙宫，1年游客400万，门票收入48亿，加上周边产品、餐饮住宿，1年能赚70-80亿。所以啊，30亿赔出去，以后每年赚几十亿，划算不？划算，太划算了！阿姨，您真是商业奇才。经过2个小时的讨价还价，新的合同终于拟好了。阎王派了2个鬼法务来帮忙，据说生前是顶级律师，
一个专攻合同法，一个专攻公司法。桂芬姐，这分成比例，我们3家各1成。对，你们3成，钱家3成，剩下的4成留着运营。是不是有点少？我们可是出地啊，龙宫是我们的家。你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坐着收钱还嫌少？不少不少。那运营谁负责？谁来管？他负责，他有经验。你们负责配合宣传就行，拍拍照和合影，偶尔出席一下活动。我负责。你爸虽然坑人，但做生意有一套，你继承了他的脑子，应该没问题。阿姨，谢谢您信任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别煽情，签字。妈，那印章是真的龙爪？对，他们自己的爪子货真价实，一个印盖下去，合同就有法力了。干妈，这合同有法力，以后谁违约，龙族诅咒自动生效。啥？还有诅咒？放心，你不违约就行。签完字，气氛一下子轻松了。3位龙王脸上的杀气没了，换成了一脸谄媚的笑。钱小海也松了口气，瘫在椅子上，西装都湿透了。办公室里，众人举杯庆祝，杯子里是孟婆奶茶，冒着热气。阎王拿出珍藏的好茶，给每人倒了一杯。桂芬姐，太感谢了！以后有啥事尽管吩咐，我西海随时听候差遣。我们南海随时欢迎您来旅游，包吃包住，龙虾鲍鱼随便吃。我让虾兵蟹将给您当导游。我们北海有极光，您冬天来，我包吃包住，还能看极光，住我龙宫 VIP 待遇。我龙宫虽然屋顶塌了，但修好了。行，有机会一定去。你们龙宫重新开业，我去剪彩。干妈，您这次又立大功了，4海龙王都欠您人情。小事，就当锻炼脑子了。闲着也是闲着。妈，你这算不算4海龙王的总顾问？算吧，反正不收钱，义务劳动。忙完龙王的事，我和我妈回到家，一进门我就瘫在沙发上，感觉比上了3天班还累。这几天发生的事，比我一辈子经历的都多。妈，你这几天跑阴曹比跑菜市场还勤。没办法，朋友多，这个找那个找，不去不行。你现在有多少朋友？阎王、孟婆、黑白无常、4海龙王、太白金星、牛头马面、判官，还有孟婆奶茶店的加盟商，还有阴曹的游客，还有咱村的那些老太太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您朋友遍天下。咋了？我就是觉得我妈太牛了，3000年认识这么多人。你也不差，你是我儿子。我哪牛了？你是我儿子，这就够牛了。3000多年来，我就你一个儿子。这算什么理由？3000多年来，我就你一个儿子，你说牛不牛？刚歇了2天，孟婆的电话又来了。这次她的声音特别急，像被人踩了尾巴。我正在吃早饭，我妈接起电话，脸色就变了。桂芬姐，出事了，大事。又咋了？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有人来砸店。砸店？谁？不知道，一群人上来就砸，有7、8个，拿着棒球棍。我刚开门，他们就冲进来了。我马上到。你别慌，多好。他们说要让咱们开不下去，还说什么？说咱们抢了他们生意，是奶茶街其他老板雇的。妈，我也去。打电话给阎王。啊？打给阎王？让他准备几个鬼差，可能用得着。阳间的事，有时候得用阴间的办法。好好好。赶到店里时，一群人正在砸东西。孟婆躲在柜台后面，老张拿着扫帚挡在门口，但根本拦不住。店里一片狼藉，惨不忍睹。奶茶店里一片狼藉，桌子椅子倒了一地，玻璃碎了一地，奶茶流的到处都是，地上混着玻璃渣和奶茶，墙上挂的装饰画掉在地上，招牌被砸了个窟窿。7、8个混混正在砸东西，领头的是个光头大汉，脖子上戴着金链子，胳膊上纹着一条龙。都给我住手！哟，来个老太太，怎么你是老板？谁让你们来的？这你不用管，反正这家店以后别开了，识相的就关门，不然下次就不是砸店这么简单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拿钱办事。老太太，劝你别多管闲事，回家带孙子去吧。你他妈！大毛，别动！妈，他们砸店。打电话。打给谁？110。打给阎王。陈大毛掏出手机拨号，领头人在旁边笑得更大声了，几个混混也跟着笑。阎王，你吓唬谁呢？当我是3岁小孩？还阎王，你咋不说玉皇大帝呢？老大，这老太太脑子有问题吧？估计是吓傻了。笑吧，等会有你们哭的时候。电话打完不到1分钟，店里突然阴风阵阵，明明是夏天，温度却像开了空调，冷的人直打哆嗦。门窗自动关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空调开太低了。老大不对劲，太冷了。干妈，谁欺负你？你谁呀？从哪冒出来的？
我是严总。领头人瘫地上，严总理，不可能！谁砸的店，自己站出来，少吃点苦头。我们哥俩好久没活动了。我们错了，饶命！我们错了，饶命！饶命！严总饶命！我们有眼无珠。你阳寿还有30年，本来可以好好活的。我错了，饶命！再也不敢了。谁让你来的？是钱小海的叔叔钱二海，他给了我们10万块，让我们来砸店。钱二海？对，他说这家店抢了他们钱家的生意，还说什么？还说您坏了他哥的好事，要让您吃点苦头。顺着线索，我们找到了钱二海。这位钱家二爷住在郊区的老宅里，据说脾气比钱四海还大。老宅占地3亩，装修的跟皇宫似的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保安呢？我是王桂芬。王桂芬，那个帮我侄子处理龙宫似的。对。你来干啥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问你件事。啥事儿？我奶茶店是你派人砸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钱二海堂堂正正不干这种事。你侄子钱小海都听我的，你倒挺硬气。钱小海是钱小海，我是我，他在我面前就是个小辈。我哥躺下了，钱家现在是我做主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哥钱四海现在还躺在医院，全身长鳞片？那是我哥自己作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行，那你也作一个，反正你们钱家人都喜欢作死。钱二海看到王桂芬掏手机，脸色变了，但他还在强撑，手指都在抖，核桃都快盘不住。喂，阎王啊，有个叫钱二海的，你查查他阳寿还剩多少？对，就是钱四海的弟弟。别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找人砸您的店，我一时糊涂。还有呢？还有啥？你为啥砸我店？给我说清楚。因为钱小海那个废物把龙宫的事搞砸了，咱们钱家的脸都丢尽了。我哥躺医院，他在外面丢人现眼，所以你就想找我出气，找我报复？是我就是气不过。你知道你哥为啥躺医院吗？知道，因为龙宫的事长鳞片了。那你还敢来？你不怕也长鳞片？我一时糊涂，我以为您是普通人。行了，起来吧。60岁的人了，跪着像什么话？您不怪我了。店里的损失双倍赔偿。行，我赔3倍。以后别找你侄子麻烦，他比你强。您怎么知道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欺软怕硬，窝里横。正说着，钱小海赶到了。他进门的时候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看到跪在地上的二叔，愣住了。这场面他做梦都没想到。二叔，小海，你干啥啦？跪着干啥？我让人砸了阿姨的店。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我就是气不过。你爸躺医院，你把龙宫的事搞砸了，咱们钱家的脸都丢尽了，我就想出气。气不过。你知道阿姨是谁吗？阎王是他干儿子，四海龙王是他朋友，太白金星见了他都客客气气。我好不容易把龙宫的事谈成合作，你来砸场子？真的，阎王真是他干儿子？假的。啊，你侄子吓你的。不过阎王确实是我朋友。二叔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我爸还没出院，你又惹事。我哪知道他这么厉害。钱二海缓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王桂芬的眼神像看祖宗。他活了60年，从没这么害怕过。阿姨，您喝茶，这是极品龙井，3000一斤的。那个赔偿的事您说个数，多少我都赔。大毛，店里的损失大概多少？我问问孟婆，她说装修加设备大概30万，还有3天的营业额大概5万，双倍70万。行，我现在就转，70万是吧？怎么嫌少？不少，正好。二叔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咱们跟阿姨是合作关系，不是敌人。你还教训我？要不是你，你做得对，我听阿姨的，以后咱们合作。从钱家出来，我和我妈走在街上，天色已晚，路灯亮了，街上行人稀少，秋风有点凉，吹得树叶沙沙响。妈，你今天真帅。帅啥帅？一个老太太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刚才那气场绝了。钱二海那样子跟见了鬼似的，60岁的人了，跪得那么干脆。活久了，啥场面没见过，这种人就得吓唬，下一次就老实了。那你见过最牛的场面是啥？有一年，玉帝和阎王吵架，我当和事佬。他俩还吵架？一个管天，一个管地，有啥好吵的？咋不吵？一个管天，一个管地，天天有矛盾。那次是因为一个凡人活着的时候做了好事，死了应该上天堂，但阎王说他阳寿没到，应该还阳。两人吵了3天，
那最后咋解决的？我请他俩喝了顿酒就好了。酒桌上啥事都能谈。就这？别想太多，回家吃饭。冰箱里还有昨天的红烧肉。第二天，梦姐非要请我们吃饭，店已经收拾好了，比之前还亮堂。装修工人干了一夜，把砸坏的地方都修好了。桂芬姐，这次多亏您了，要不是您，我这店就完了。小事，你是我朋友，我不能不管。对我来说不是小事，这店是我在人间的第一个产业，3000年了，我一直在底下熬汤，从来没想过还能来人间开店。喜欢人间吗？喜欢，热闹，有人气。在底下待了3000年，都是鬼，没意思。天天看着排队投胎的人，都看腻了。那就多待待，人间挺好的。但是底下那边还有事，奶茶店分店还需要我，让黑白兄弟先顶着。他俩现在不是挺能干吗？他俩能行吗？只会带路，别的行吗？咋不行？都干了几千年了。再说现在有奶茶店，游客自己玩，不需要他们，让他们当店长锻炼锻炼。阿姨、梦姐，你们放心，店里的事我盯着，以后我就是忘不了奶茶的001号员工。你对，我以后就是忘不了奶茶的001号员工，我保证把店看好。谁再敢来砸店，我跟他们拼命。行了，拼命不用，报警就行。此时的阴曹、黑白无常正手忙脚乱，梦姐不在，他们俩要负责奶茶店和旅游团。两人干了3000年向导，第一次干服务员。老白，游客又多了，这都第几批了？排队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奶茶要等，拍照也要等。黑白兄弟，合个影！我从小就想见你们。我也要，我要发朋友圈。我们是向导，不是网红，但咱现在确实是网红。抖音粉丝多少了？720万了。要不咱俩转号，别干向导了。转啥行？当主播，带货。带啥？锁链、帽子。忘不了奶茶啊！咱俩代言，肯定火。咱俩这形象多独特。对，你们代言我买。黑白兄弟同款奶茶，我也买，给我来10杯。家人们，这里是曹府网红桥，我是黑兄，今天给大家推荐忘不了奶茶，3000年老配方，喝了一杯忘不了。3个月后，一切都步入正轨，忘不了奶茶开了8家分店，曹府成了网红景区，四海龙宫联票卖得火爆，我妈的名声传遍了天上地下。妈，真要去啊？去，为啥不去？曹府1日游，咱都去过800回了，都熟门熟路了。这次不一样。啥不一样？这次是玉董请客。玉董请咱？对，他听说曹府文旅搞得好，想请我上去讲讲经验，还说要给我颁个奖。去天上？对。那我呢？你也去。我去干啥？我就是个普通人。给我拎包，顺便见见世面。半小时后，祖孙俩站在奈何桥上，秋风习习，桥下忘川河水流淌，桥上人来人往。干妈，早去早回，天上那边要是待不惯就回来。路上喝，新品天上限定版，加了仙草，适合神仙喝。桂芬姐，火了别忘了我们。我们还在曹府等您回来。忘不了，你们好好干。妈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做梦。3个月前我还躺床上装死，现在要去天上了。梦啥梦都是真的。你妈我活了3000多年，还能骗你？那我以后是不是也得过你这样的日子，天天跟神仙打交道？你想得美。为啥？你只有一点点仙气，顶多多活几十年。等你老了，还得我照顾你。这几十年陪好你妈就行了。那必须的，我不陪你，谁陪你？天空中一道金光洒下，祥云朵朵，云层分开，一条金光大道从天上铺下来。来了，走吧。妈，天上啥样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我3000年没去了，也不知道变样没。行，走起。奈何桥上，严总、梦姐、黑白兄弟站成一排，挥手告别。游客们还在排队买奶茶，没人注意到这神奇的一幕。干妈走了，曹府又安静了。安静不了多久，他肯定还会回来。他闲不住。对，他舍不得咱们，而且他账号还没更新呢，粉丝都催更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，竟敢擅闯南天门 ？VIP。这是玉董亲笔签名的。对，真的是玉董的笔记，还有玉玺。请，您请进。妈，这卡哪来的？上次太白金星给的，说天上通用。妈，你到底有多少朋友？数不清，3000年攒了不少。两人走进南天门，消失在金光中。奶茶店里，严总系着围裙在柜台后埋伏，孟婆在旁边教他：3分糖少冰加珍珠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3分糖少冰加珍珠。老白，这杯是奈何芝芝，送给3号桌。3号桌的奈何芝芝好了，
谢谢你们服务真好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各位游客，欢迎来到东海龙宫。接下来，请跟随导游参观龙王卧室、龙宫餐厅、藏宝阁。咱们这算不算打工？算，但赚钱啊，比被人砸硬币强。喂，小美，大萌，你妈呢？我给她织了条围巾，想送给她。我妈，她去天上了。啊？去哪个天上？就是那个天上。开玩笑的，她去旅游了。